它虽然它也是剔骨刀，不过它是比较属于剔肉之类的刀子。它刀子比较薄，然后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。它们俩钢材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并不是弹性钢。可是呢，因为你看它的刀后完全不一样，红色这个几乎是雾面不会反光，然后这个它还会有少一点反光。那我还要介绍另外一款，就是一样 Cellini 的剔骨刀。那这一款的话比较有趣一点，它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的刀款。看，它两个刀型其实不太一样。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算是直刀，它背部是直的，对，这种窄版的直的刀子。那这一款呢，它是一个角形的，背后是圆弧状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款窄版剔骨刀呢，它就是刀的弧度是这样子过来，然后到这边会是比较平，或者甚至有点凹进去的状况，然后最后再往外。那这一款就不一样，这款是直接从尖的直接就是缩进来，这样子，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弧度的刀子。所以这两把刀这样拿起来的话，刀子作用会完全不一样。我拿的这一把呢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它刀子比较薄，然后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。这一把就没有，这把就不太能够换。它们俩钢材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并不是弹性钢。可是呢，因为你看它的刀子的厚度，刀后完全不一样，刀子的厚度完全不一样。基本上它们就是不同功用的一个刀子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会比较拿来就是处理，譬如说牛肉啊、猪肉这些的，就可以拿来开关节，它可以进到关节里面去，然后把关节之间的韧带把它切开。去切开这些肌肉，然后稍微转动，去让关节打开。那这一把呢，它会是比较需要去贴着骨头去处理事情的刀子，它比较像是剔肉下来的刀子。它虽然它也是剔骨刀，不过它是比较属于剔肉之类的刀子。那像这种的话，就可以拿来杀鱼，或是处理鸡肉、禽肉这样，或者拿来切熟肉。因为熟肉的话，它关节的肌腱可能已经比较质地比较松散、比较软化了，所以它进去切的时候，它可以贴着肉去切。对，它非常的有弹性。丁骨牛排的话，它的肉你当然是可以整块，然后慢慢用那个牛排刀去切啦。可是你也可以用像这种刀子去把它划开来，就直接把它划开来，然后就可以把肉取下来了。另外，这种弹性比较薄韧的刀子呢，它其实也非常适合拿来去筋膜。如果是日式刀的话，就是筋影的一个功能。虽然它的刀子比较短啊，这刀子都算是比较短的。如果它拿来去肉的筋膜或是肉表面的油脂的话，其实也会非常非常好用。因为它比较有弹性，所以它能够贴着肉去筋膜。然后因为它也比较薄，所以它可以磨到比较利的力度。另外，Cellini还有出一款就是这种 BBQ 系列红柄的刀子。那红柄的刀子呢，它跟这种黑柄，它其实柄有点不一样。柄除了颜色不一样之外呢，它的柄是更直滑的，因为它可能拿来切熟肉。那熟肉的时候，这个油脂已经就是流的到处都是，非常容易沾在手上。你切肉的时候呢，可能刀子上面的油就会滴下来，滴到你的手上，所以它必须要更直滑一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刀子的表面呢，其实做起来就是很不一样，跟这个对，然后它的反光性就不一样。这红色这个几乎是雾面不会反光，然后这个它还会有少一点反光。摸起来呢，它指滑度是很不一样，尤其是你戴乳胶手套的时候，你去握就会发现说它手感是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再来就是 BBQ 系列的话呢，它的这边它的手握的地方呢，因为这把刀通常是这样子握，如果手正握的话是这样子握的。对，它手握的地方呢，这种 BBQ 系列它会这边会比较有弧度。对，它这边会比较有弧度，手会更能够去贴紧它，对，会更好施力。那这种的话，它就比较没有弧度，对，它就手就是握在这，因为这边有点凸凸的啦，对，它这边算是比较圆凸的状况，那这是凹进去的状况，所以刀子切起来会感觉很不一样。另外，这是拿来切熟肉刀，所以它有可能会拿来切生鱼片啊这些东西。那切熟肉的话，可能比较会要求就是切胃这件事情，就是不一定切熟肉，也可能是拿来切生肉，直接生食的肉。那所以呢，它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它红色这一把它有抛光，它表面是比较抛光的，跟黑色这一把是就 BBQ 系列的刀子，它的抛光性好很多。看，它抛光性好很多。它就上面的发丝纹会比较重，对，它上面发丝纹是比较清晰的。好处的话就是它
不会粘在肉里面，它在肉里面它不太容易会贴到肉。那坏处就是它可能会卡比较厚的油脂，因为它有比较多的凹槽是可以让油脂去卡进去的。那像这一种呢，它就比较轻光滑。所以如果它今天是碰到液态油脂的话，它碰到油脂的话它会粘没有错，可是一擦可能就比较好擦掉，不会说要擦很久。所以这2把刀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功用，就看你会不会需要这种表面处理比较光滑的。对，那如果是家庭用的话，我一般会觉得说你就买这种比较光滑的。对，因为你要切熟肉，或者你要帮生肉去骨的话呢，这一把都可以用。对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爱吃牛排的人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欢烤大块肉的，你拿这种来修筋膜，拿来去切熟肉，其实都很方便，就一把刀搞定。我想容易消毒跟不容易发霉，这些就是塑胶刀柄的一个长处啊。那甚至会有一些塑胶刀柄会像塑胶砧板一样，它里面会去添加一些抗菌的物质，让它比较不容易发霉。木头的话，它就是也不能常常湿，它用完就是要擦干，然后要晾干。那这种塑胶刀柄就不用。对，你如果今天，因为你有时候不能确保你的员工到底处理到什么状况，或者你今天真的太忙了，没时间立刻去洗它。塑料刀柄它就是相对安全，它不会因为泡水而腐烂，它也不会因为高湿而腐烂。然后如果你今天没有立刻去把它擦干洗了，就是拿去丢在，或者你可以泡1个晚上的消毒水都没有关系。那木头刀柄就完全不行，你不要说烂掉好了，直接发霉你就受不了了。那像加工厂或者是肉贩，他们对于环境的卫生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因为它毕竟它东西是卖出去给人家，它一定要用很高的标准去处理它的卫生安全。那木的刀柄我觉得就不会那么适合。这把是我以前常用拿来剔骨的刀子，那这种刀子就是基本上就是小巧啦，就是小巧，然后能够在骨头里面，然后好操作，非常好操作。可是如果比起来的话呢，它的重量还是会比这种塑胶刀柄的刀子还要重很多，因为毕竟木柄本身就有个材质的重量在。对，所以会比它重很多。不过塑料刀柄这种刀子，就是你不会去要求它的平衡感。对，它的刀子可能刀柄每一把都是一样的，它刀柄每一把可能都是一样，同一个模做出来的，不太会因为刀刃而去调整它刀柄的状况。所以你就不要去考虑什么平衡感这些，因为它就不是考这种东西，它就是一个要轻巧好用。因为你一天要挥这么多次刀子，要去切那么多肉的话呢，一个轻巧好用的刀子可以帮你省下非常多的力气，不然你光是每天拿这种刀，你就会受不了。如果每天都要拿这种德国双的刀子的话，你根本就受不了这种超级重的。如果你要拿来切非常非常多肉的话呢，这种刀子其实用起来没那么实际。当然，它是一把比较万用的刀子，而且很适合 heavy duty 的工作。可是它对于一个每天要花这么多力气去处理肉的人来说，它并不是这么的适合。我觉得 Salini 的刀，它另外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很便宜。它大部分刀都是1000出头到1000有找这样子，其实真的以它这种刀的情况 ，CP 值来说，我觉得是很划算的啊。如果你今天是厨房新手，然后或者是你不想要买一把很贵的，你觉得刀就是消耗品，可能会想要带去露营啊，干嘛？露营的话很可怕，尤其去海边，对，海边露营的刀子很快就烂。那你想要一把耐操的刀子，我觉得就可以买他们家的刀子。我会把 Salini 的购买链接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。另外，最近我应该都是每个礼拜一会固定晚上来直播啊。直播的话就跟大家闲聊一些东西，有关食物的东西这样子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就去看我的直播。我们礼拜一晚上，我们一起上线聊一聊。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想法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那这种刀子对于平常使用日式厨刀人来说，它有一个麻烦的点，就是它不是很好磨。对，它真的不是很好磨。那这边会有细缝，所以我在这样磨的时候，它没办法贴起它的磨刀石，所以等于说后面这一段会非常非常不好磨。因为这种刀子它的弧度是比较有趣的，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这样子磨，对，往下面这样子磨。